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啊！打起仗來，獨裁國家厲害，那這個蘇聯當時他不在乎人，那100萬上去打死了，俘虜了無所謂，再上200萬，200萬人那就草芥，根本不在乎。所以他的獨裁國家打起仗來，他真厲害，那这人民不在乎。但是德國呢是靠什麼贏的呢？不是俄羅斯靠什麼？俄國靠什麼贏呢？俄國實際上打的本來也是搞不好真打不贏，靠什麼？靠美國的武器、彈藥、資源。這個美國那個時候是生產大國，那個你沒辦法，那個這個航空母艦，那個飛機一生產都上萬架，你開玩笑，都打之後殺的德國的飛機都沒了，是吧？魯爾工業區是吧？怎麼德累斯顿啊那些地方是吧？那都炸了之後是吧？这飛機都做不出來了，那打的都打不過，所以打仗是打的是資源，打的是後勤。所以我縱觀這個二戰這個戰史啊，這個丘吉爾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地中海呀，這個怎麼樣去疏通這個路線，避免我們的商船運送物資從美國運過來的是吧？美國搞這個租借法案嘛，運過來的船只不被這個德國潛艇被它炸掉，開始損失很多也得運了，包括往這個蘇聯俄羅斯是吧？大西洋往上運。啊，那你這個沒有就完蛋了，真完蛋了。所以這打的是後勤，所以這一點呢，我覺得這個從二戰呢，如果二戰要看三戰的話，這後勤很重要。所以現在烏克蘭正在什麼炸這個俄羅斯的煉油廠是吧？炸這個克里米亞海港，就是把你的後勤斷掉。後勤有，就是說當年有美國這個後勤，那這個俄羅斯打起来也沒問題，他有人。你人一下消滅不了，英國也可以扛住。你這沒有這個東西，沒有彈藥，沒有彈藥，沒有好的這個設備，那你這個裝備，那你根本就打不過去，是吧？所以再講一下呢，就是為什麼德國啊本來就可以自保的，就是說他完全可以這個是吧？希特勒這個最後啊，他這個你把意大利放棄。從俄國撤兵就完了，他非要頂住，俄獨東方頂住，在西方意大利頂住，反而德國他就怎麼保住呢？都老弱病殘，怎麼保得住？是吧？戰線拉太長，你打不贏的時候要認清大勢，就及時收手。那個獨裁者就不收手的，獨裁者收手了，意味着掉面子、掉威信，那死活扛住。所以說這個時候結果呢就全滅。全滅啊，對吧？本來說丘吉爾說嘛，這個按照理性來講的話，是吧？他打不贏，是吧？這麼3個國家參戰的，英國、美國，是吧？英國當時還有就是澳大利亞、加拿大，這個印度，是吧？印度當時還是這個殖民地嘛，是吧？還有這個新西蘭，那不都在幫忙，是吧？說大不列顛嘛，你開玩笑，日不落帝國，是吧？加上美國參戰，美國是個大的軍工廠，那個不得了的，是吧？俄羅斯的那個蘇聯的有人，是吧？你怎麼打得過呢？打不過你就早點收縮到德國就完了，簡單的很啊！起碼德國當時可以保住，不至於被瓜分嘛，是吧？搞什麼東德西德啊，独裁者是這樣的，那死活打到底。所以我還說通過這次看這個三戰啊，俄羅斯一定會打到底。就看歐洲你現在是吧，敢不敢搞了啊？現在普京就是小希特勒，那麼看去歐洲，你看看能不能自強自立，對吧？就看你們自己了啊。再說一下這個聯合國的事啊，就是當二戰快塵埃落定的時候呢，這個丘吉爾呢就發起個動議啊，就跟這個羅斯福啊、美國啊、斯大林啊，我們考慮戰後成立一個聯合國的類似組織吧啊，這樣呢保證世界和平是吧？像德國就應該把它瓜分是吧？就不讓它再起來是吧？當然呢，這個丘吉爾也反思歷史啊，就一戰的時候把德國搞狠了之後的民眾啊、民族啊也有這個逆反心理，要起來。所以來了一個希特勒這樣的一個能夠煽動性很強的這個家伙的話，就把他們煽動起來了。所以不能戰後啊把他們搞得太狠，給他們留活路。這是我覺得這個是丘吉爾啊，這個在
一戰之後得到的反思，對吧？所以呢，那麼丘吉爾的在這二戰之後的建立聯合國呢，就希望呢，就是說啊，分區域吧，歐洲啊分一個區域是吧？亞洲分個區域。當時他們更多的是在歐洲戰場嘛，是吧？亞洲戰場他們不關心，但是羅斯福作為美國，他關心的是亞洲戰場。所以說美國注重亞太這個戰略，從羅斯福那時候開始就一以貫之啊，到克林頓，到奧巴馬，是吧？亞太再平衡，到現在的川普，放棄歐洲當歐洲不是完全放棄，就是我盯着亞洲，亞洲沒事，我美國就沒事兒；亞洲有事，美國有事，對吧？所以為什麼日本說這個台灣有事，日本有事，這是一脈相承的。所以呢，當時這個聯合國本來是只搞三大國，就什麼就是這個英國、美國、这個蘇聯，但是呢，美國和英國呢都還有些矛盾，所以美國呢把小老弟蔣介石啊，代表的這中國拉進來搞4個就是說相當於以後投個票搞個什麼呢？我還有一個小老弟中國是吧？蔣介石幫他抗日了嘛是吧？然後是吧？打贏了之後，那肯定對美國那也是吧？親美的嘛，蔣介石對不對？好，那沒想到後來啊，蔣介石不爭氣，那是後來的事兒了啊，对吧？所以以後呢，就英国呢，那我也拉一個呢，就把法國拉进去了，對吧？法國本來也是占領區啊，照理說應該不拉啊，也想把意大利拉進去。後來斯大林說，意大利這媽的一直是跟德國站在一起的，怎麼能搞到他搞到5大常任理事國，那意大利肯定不行。最後把法國暂時拉進去了，就是英法美蘇中國五個常任理事國啊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中国呢，正好是这樣一個情況啊。美國想來平衡這幾大國，像當時中國拉進去，斯大林也反對，這個丘吉爾也反對啊。那不管他了。那麼現在完說呢，就交流，現在是什麼呢？就是3戰正在路上啊。剛才完說呢講過了，那就是這個普京。俄羅斯就是小希特勒啊，為什麼不說是大希特勒呢？因為希特勒當時的土壤是當時這個一戰之後啊，這個德國受壓迫了，說白了就是欺負得太狠了，老百姓也有怨言，老百姓也失業，然後他的搞經濟也有意思，把經濟也搞起來了啊，去出動去占領萊茵河地區，占領這個奧地利，都搞成了，所以他這個威信越來越高，有這個政治軍事狂人希特勒，加上有這樣一個民主這個被受壓迫這種土壤，所以德國起來的很厲害。現在土壤有沒有呢？俄羅斯啊，民眾這個特別要求怎麼樣啊？目前這個土壤是吧？他是戰勝國是吧？二戰是吧？他這沒有啊。所以普京呢，對土地這塊呢，他的這種慾望呢，也是想奪原來葉利欽給出去的地方，他也沒說想把這個烏克蘭完全吞併是吧？搞一個中立區、緩衝區，所以跟當年這個希特勒那種強人還是比，還是有差距啊。普京還是有差距啊。所以呢，完全給他個小希特勒，小希特勒。那麼小希特勒呢，只要歐洲團結起來，完全是搞定他沒問題。只是說歐洲現在自己不爭氣、不團結，那你就被他掐住了嘛。你像你剛是吧，玩說几年前跑到英國去玩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你这還買這個俄羅斯的天然氣，你還一邊給錢給他，是吧？所以說，真正的治理俄羅斯的招法還是靠川普。我跟你制裁，我不進你的天然氣，那這個最狠。俄羅斯沒錢，打仗打的是錢，請大家注意啊，這是一方面啊。那麼談回來亞太啊，亞太呢，那麼現在中國呢就有點像當年的日本了。日本你別看這國家小，他這個軍事實力那還是很厲害的。那麼現在中國呢，它是本身這麼大了，已經這麼大了，是吧？造船能力那是美國的200倍。現在啊，所以打起仗來，中國現在要真打起仗來，中國我告訴你，那真的很厲害。他那個武器裝備的科技先進性肯定不行，但是他那個生產能力強。這個打仗是打的是後期，加上你這個打仗是靠什麼獨裁的威權機制，他的人不在乎啊，100萬不行200萬，因為打到後來就是美國是吧？開始只有
軍隊只有30多萬，打了之後他媽就幾百萬、400、500萬的軍隊上去打。英國打的也200多萬軍隊，你想開玩笑，英國的岛國就是3000萬人口，搞了200萬軍隊，對不对？就跟现在烏克蘭一樣的，對不對？所以什麼中國你說有上10億人，他搞1個億人，1個億人去上戰場都有可能的，他打死有幾千萬他不在乎，那這個力量是特別大的。是吧？加上他那個武器後面不斷的輸出，他的武器是水平差一點啊，打起來他戰損他比較差啊，上去100架飛機，他打下來90架了，無所謂，他後面又搞100架，你沒有了，這個要命啊！所以說呢，所以美國說2027年台灣有事兒，這個搞不好真有事兒。中國只要想打的話啊，但中國呢，玩叔分析呢，他呢這個受壓迫呢是過去受壓迫啊，所謂的3座大山啊，但是民众呢現在這個心也不齊，這個話我看出來，不像德國當年的上下齊心，其利斷金，現在中國这個上下這心都不齊，是亂的，所以他現在不大可能，他要說實力他可以打。他這個有時候我說的後勤實力他是有的，造艦能力、造飛機能力，他這個是可以造，造鋼鐵、造水泥，他這個很快，但是他這個心不齊，管理不到位，說打起來他會蠻吃虧，有時候就說不好。所以美國只要自強自立，就可以把这個世界和平呢真正的實現。你看東南亞一鬧事兒，美國一出面咔嚓，中國也不敢怎麼地，美國只要硬。他就不敢，因為美國就算美國是個紙老虎，他起碼是個老虎，紙老虎別人看了也害怕呀，對不對？你中國我說過，他沒有打過什麼大仗，就是在這個新中國啊，自由以後他沒打過什麼大仗，他打的什麼越南戰爭啊，或者打的什麼抗越啊、刺蝟反擊戰啊，打的珍寶島這跟蘇聯打呀，跟印度打，所以呢，他都沒怎麼打贏。就打贏了，他要撤回去了，他不敢守住，他這個贏跟輸跟那個輸差不多的，所以他這個他也沒這樣一種野心呢，或者這種東西，他只在經濟上面，他希望他媽多做生意，多賺錢，想掐着各地方一帶一路輸出啊，這個搞一搞，這個方面他有這個野心，但是他在這個軍事上面他有這個賊心，他這個賊膽還不夠，說白了，賊膽不夠，那這個膽是靠打出來，你美國憑什麼膽子大？他是不斷的參加戰爭，是吧？阿富汗戰爭，雖然沒打贏，他打了很多，是吧？伊拉克戰爭他打了又打贏了，是吧？他總在打，贏的還是多的，所以他很厲害啊。所以呢，王叔現在今天給大家啊講20分鐘了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說三戰在路上，普京就是小希特勒，中國就當年日本，那麼最難對付的是中國。並且打仗呢，打的是後勤，打的是資源，並且是獨裁國家、威權國家，它的效率更高，它不怕死人。一般民主國家，你這個一吵一鬧的一死人，大家都怕了，都是吧？所以這一點它這個它厲害。所以我對未來的三戰的走勢密切關注。為什麼我還說關注三戰？因為只有戰爭死亡人最多，因為人生就是死亡是最厲害的。人生除了生死還有什麼事兒呢？是吧？多賺錢少賺錢無所謂，就生死，生死是大事，打仗生死就很大量的。我希望三戰不要真正打起來，這最好和平。但是一切歷史現實不以人意志為轉移，他以獨裁者他們的意志為轉移，很遺憾。所以三戰的腳步正在加快啊！以上觀點講在不對的地方，請大家和玩叔互動，打在屏幕下方，謝謝大家。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，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。